1939年，上海，这是一座被称为孤岛的城市，四周是战火，中心是畸形的繁荣。大光明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的人群从南京路拐到了黄河路。此时荧幕上一片寂静，一个身披甲胄的少女正对着铜镜一刀剪断了长发，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有剪刀剪断发丝的清脆声响。这个瞬间让影院内成百上千名观众同时屏住了呼吸。那个剪发的女演员叫陈云裳，那一年她19岁。在这部名为《木兰从军》的电影公映后，她成了上海滩唯一可以与蝴蝶阮玲玉并肩的名字。但当时没人预料到，这场如日中天的繁华，她只打算带走一小部分。陈云裳的根在广东台山。1919年，她出生于香港，父亲陈祖耀是台山斗山人，在香港政界任职。他在33岁那年喜得千金，特地为女儿取名陈明强，寄托了对国富民强的深切期望。3岁时，全家迁居广州。6年的明强聪慧过人，能歌善舞。9岁那年，他在广州大兴公司的天台有一场露面，被老板蔡昌相中邀请表演，从此小名鼎鼎。随后，他遇到了改变命运的伯乐，广东音乐名家易建全。在易先生创办的宿舍里，他不仅学习歌舞，还苦练国语、昆曲京戏，甚至学习骑马与书画。12岁那年，易建全取李白诗句“云想衣裳花想容”之意，为他改名陈云裳。到了14岁，这个曾经的神童已经出落得高挑俊美，甚至被广东民众教育馆聘为教师，教授音乐舞蹈。此时的陈云裳已经在西关的底蕴与岭南的艺术熏陶中积蓄了破茧成蝶的力量。早期的陈云裳在香港拍摄粤语片，如《新青年粉妆楼》。那时的她给观众的印象是一个运动型女孩，她擅长跳舞、游泳、骑马，甚至能在电影里亲自完成一些高难度武打动作。这种健康明朗的气质，在当时流行病态美、柔弱美的影坛，像是一股从南海吹来的凉爽的风。这种健康明朗的气质在当时并不完全是优势。1938年，上海新华影业公司的老板张善坤正陷入焦虑，他手里攥着《木兰从军》的剧本，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木兰。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只会哭哭啼啼的弱女子，而是一个英气勃发，能让观众在战乱中看到希望的女英雄。张善坤南下香港，在一次晚宴上，他看到了正在跳舞的陈云裳。张善坤开出了极其诱人的条件，邀请陈云裳北上上海。陈云裳只提了3个要求：第一，剧本要好；第二，制作要精；第三，要带母亲同行。木兰从军在上海公映，创造了一个神话，连续放映85天，场场爆满。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观众在影院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替父从军的故事，更是一种弱国不弱的心理寄托。当陈云裳饰演的木兰在荧幕上高唱“我们要共赴国难”时，影院内的掌声几乎要震碎屋顶。一夜之间，上海成了云上的上海，满大街都是云上牌衬衫、云上牌香烟、云上牌化妆品。年轻女孩们模仿她的发型，模仿她走路的姿态，甚至有社交恐惧症的影迷为了能见她一面，在她的公寓楼下守候数日，只为看一眼她出门时的背影。1939年底，上海举办了一场中国电影皇后票选，最终陈云裳以高票当选，正式加冕为第3代影后。那一年，她只有20岁，站上了中国电影权力的巅峰。但越是铺天盖地的追捧，越让人忽略了一件事：这座城市并不是真的安全。成名之后的陈云裳生活在放大镜下，她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报纸的头条。但作为孤岛时期的超级明星，她面临的不仅是名声的重担，还有政治的险滩。在那个时期，顶级女演员并不只是演员，她们是符号，是资源，是可以被反复利用的公共财产。各种势力都想拉拢这位顶流偶像，她开始减少不必要的社交。在拍摄《万世流芳》等影片期间，她表现出了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冷静。
他深知在动荡的时代，名声既是盔甲也是枷锁。此时，一个年轻人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汤于翰，一位医学博士。他并不是那种在片场挥金如土的阔少，而是一位专业的医生。对于陈云长来说，医学的世界比电影圈要简单得多。在片场，他需要扮演千面人生；而在医生面前，他只是一个需要休息和照顾的普通人。1943年，就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陈云长做出了一个让全上海震惊的决定。他宣布息影与汤于翰结婚。这场婚礼在上海圣三一教堂举行，是当年上海滩最重大的社会新闻之一。成千上万的影迷涌向教堂，为了维持秩序，甚至出动了大量的安保人员。婚后的陈云长随丈夫移居香港，从此她真的消失在了大荧幕上。不像有些女星在息影后又反复复出，陈云长的离去决绝而彻底。她剪断了与电影圈的日常联系，回归家庭，育有3子1女。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次明智的撤退，但在当时，也有人私下议论：一个被时代推上顶峰的女演员，是否有权利在最需要她的时候离开？从24岁到100岁，她用了3/4的人生去守护一份平凡。2016年，陈云长在香港家中于睡梦中离世，享年100岁。此时，距离她最红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整整77年。她是中国电影史上极少数能够优雅老去、平安谢幕的传奇。当年那些与她齐名的女星，有的在动荡中沉沦，有的在崩溃中过早告别，唯独她在最好的时候选了最难的路，放下。回头看1939年银幕上的那个木兰，剪断长发后奔赴了战场，而现实中的陈云长在剪断了名利的牵绊后，奔向了他自己想要的生活。陈云长用100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